嗨，大家好，我是思睿。嘿嘿，我问各位哦，你知道台中有几座小百岳吗？其实答案是台中有9座小百岳哦。所以呢，今天这一系列特辑啊，要带着各位来爬爬我们台中的小百岳。那今天第一座呢，来到我们北屯的南观音山，这边就是我们的登山口喽。Let's go！ 大家可以看到，才刚开始就有一连串的爬坡喽，有阶梯，还是阶梯。刚刚爬了一连串楼梯之后呢，后面还是满满的楼梯。右边有楼梯，左边也有楼梯。哎，糟糕，要走哪边呢？那我们要先欣赏一下风景。我们来查个地图，看一下要走左边右边哦。哦，原来我们刚刚进来的入口是另外一个入口啊。右转呢，往上就是前往我们的玉佛寺哦。所以我们现在选择这条路喽。Let's go！ 哎呦，这边还不错哎，这边还做出2种阶梯，看你脚的步伐要走哪一种。南观音山呢，它的高度不高哦，那你只要爬1个小时，就可以收集到1个小百岳。哎，其实 CP 值好像蛮高的，边走边聊已经开始有点喘了。这边还有一个休息区，在大石头旁边，这边可以稍作休息。好多阶梯哦。但我觉得说不定走上去就到玉佛寺了。走，出发！这边很多路真的都分左右2边，这个在一般的登山步道真的比较少见哦。哦，我看到佛陀啦！哇，上来就会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佛手，这个佛手很大只啊。虽然说后面这棵树枯掉了，可是它枯得很美丽，很有意境啊。哇，手太大了，没有办法跟它 give me five。这边爬起来呢，其实难度还 OK， 只是楼梯多了一点。那大家走到的时候呢，要注意到三角点呢，在这个可爱的位置，它这么低啊，你要冲俯卧撑才能跟它合拍，耶！才能合照。来，大家来看看玉佛寺。哇，这边有一尊非常大尊的观世音菩萨。哇，我必须蹲下来才能跟他合照，非常的大，很宏伟啊。今天算是蛮轻松的，就捕获了1个小百岳，南观音山登顶完成。那这个南观音山呢，它的难度哦，其实说真的不高，但是它会有一个很急的陡坡啦，就是有很多阶梯啊。那我个人认为呢，它对于新手要入门小百岳呢，它是一个很值得来尝试的一个小百岳，而且呢可以摆在第1个，因为它还蛮容易的，而且特别喜欢走到顶端呢，还有一个玉佛寺，可以去礼佛啊，看看风景啊，那边的视野其实蛮好的。那刚刚爬到山顶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手表记录哦，海拔大概是306公尺，所以也不算高，轻轻松松可以完成喽。那我们现在就下山去看看另外一个登山口，听说啊也有一个金色的佛手。当，耶！我们抵达了，这边是另外一个入口处哦。哇，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金色的佛手啊！它这边啊还有一个这个说明的地图标示啊，会比我们刚刚那个入口更清楚哦。
挺赞的喽，分享给各位。那我们等一下午餐过后呢，就即将前往下一个巨星山喽。口服，看了，这间是思睿很爱的水饺店。耶，来到了位于潭子的口福水饺。来的时候大家记得要点水饺、炒饭、炒面，那其他菜都很好吃。耶！午餐过后，我们来到了新田登山步道。如果你要爬巨星山的话呢，你就要先从新田登山步道的登山口开始啊。走，我们往前看看喽。那当你到新田登山步道停完车之后呢，就走过来这边啦。这边就是入口处，所以你看到它写的是新田登山步道的登山口。那这个呢是它的地图，我们目前位置在这里嘛，所以我们等一下开始走一大圈。这边很漂亮哦，情人桥一定要来。到瞭望平台中呢，再走回来到这里一圈，那我们就出发喽。提醒一下，如果各位需要上厕所的话呢，其实在停车场出去右转的这个方向，那后面那边有厕所。好，那我们就开始爬山喽。两位午餐吃得饱吗？超饱，非常超饱。那你觉得口福水饺那间店好吃吗？好吃，我觉得很赞，就像是我们今天爬的这个南观音山，然后去吃口福。对，吃个口福，吃饱饱之后再接着挑战第二个巨星山。口福记得早点去，不然中很多人。我觉得出来爬山跟踏青最好就是走走爬爬，玩完之后有美食等着我们。然后我们来到岔路，大家可以看一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这个柏油路一直往上走，这边也是一条路，但是呢，左边这边有一个魔鬼阶梯，两个都可以通，看你要选哪一个。往左边是第二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走的是中间这条灰色的第二步道。我们要走到这边有第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台中市景哦。左转，跟着大姐们的路，快了！经过一连串的上坡之后呢，看到前面有吗？白色步道的尾端。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呢，请你千万不要放弃，你就快要抵达第一个休息点喽。哇，旁边是一大片竹林，风吹过来的时候就紧乖的。我们到了第一个休息点，旁边有椅子可以坐，以及有一个潭子市区的景可以看。当然，还记得我们在第一个岔路的时候，有一个很陡的楼梯嘛？那个楼梯呢，其实就通到这里，所以两条路啊，其实是可以互通的哦。当我们第一个休息点结束过后呢，要开始挑战后面的上坡啦。那跟各位预告一下咯，后面啊是无穷无尽的楼梯还是楼梯，坚持下去。稍作休息咯。哇，你看这条路好漂亮啊！小小的小径，两边都是很细的竹子所围绕着，挺美的。恭喜各位！看来这边是最高点的，但后面的路比较平的。耶，我们就快要抵达三角点啦！累了。对，但是后面的路都不是挑战的，小 case。这边有写到是巨星山的三角点，标高500公尺的小百岳，在150公尺就到喽。我们待会见。经过了这一段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三角点啦！耶，我们总算抵达。那这边写到说，巨星山呢，它是这牌子好重哦。这个巨星山呢，是台湾的第40座小百岳，然后标高500公尺整，哎呦，非常整数了。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往下坡去走喽。
这边呢，等下会绕一圈大圈的，还记得刚刚前面地图吗？有提到，你走大圈的回去哦。现在走回去大概可能只需要1个小时不到就可以抵达了。那但是呢，沿途的风景是你没有看过的哦。刚刚前面的上坡克服之后呢，后面大部分都是下坡居多了。哇，真的很舒服哦，很美的。耶！我们今天巨星山攻顶完成，而且成功顺利的绕了一圈呐。所以，假如各位有来巨星山走走的话呢，很建议可以照我们的路线走一圈哦，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后面的这个路段呢，就比较像是木栈道的一个地形哦，它的变化的丰富度啊是比较多的哦。它有水泥步道啊，有木栈道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原始林的一些泥土的步道，甚至还会穿过果园。所以我们大概总共爬了快3个小时啊。因为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拍照啊，所以时间会耗得比较长。但其实不打紧，大家在爬的时候呢，可以带点饼干啊、零食啊来爬。我觉得这边的风景其实很漂亮。如果你想要体验多种地形，然后多种不同的视角视野的时候呢，这边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点咯。当，看到这2只这么高的长颈鹿，各位知道这是哪里吗？这边是位于铁站山雕塑公园旁边的永信医药文物馆。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其实逛铁站山之前呢，我会建议各位可以先来里面的公园走走，因为里面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很适合遛小孩，还有很漂亮的海景啊。我们带各位来看看咯。Let's go！ 这个公园呢，走进来就有很多亲子的设施啊。其实它里面这个公园有厕所我觉得就很方便了。所以我们要爬山之前呢，可以先来这边上个厕所。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的雕塑哦，这超好玩的，真的、哦，真的啊，双人跷跷板啊，一个人也是可以玩的，可是有一个人坐在对面比较好玩，就是脚踢出去，对啊，小力一点啊，小力一点啊。为什么大力一点？不想要换太高，高一点，我想看可以多。干嘛？这样子吗？应该会想看。不会好不好？蛮好玩啊。小力一点啊，我上车，我帮忙上车。不要刹车啦，高一点。好了，总之这边很适合小朋友玩，适合小朋友，不适合大人玩。极限了。走，我们去看观音菩萨。你有怕高吗？我现在有 PTSD 了。就下来吧。这个才是小屁孩吧？在这边玩了老半天，中午要去找三角点的。后面的大风车上面有写铁砧山，哇，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一下念铁站山，一下念铁砧山哦？其实这个字正确发音应该是真啊，知恩真，但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念习惯了，把它念作铁站山。我们现在要去铁站山的三角点，现在位置。我们刚刚开头忘了介绍今天的伙伴的成员有Jody，然后有小陈。三角点呢是在一个日光牧场旁边，来到了这里会有一个岔路，直走呢是往剑井，左边呢就是往日光农场咯，所以我们这边要选择左转。你看
它这边都有民众很贴心的小小提示，那边就是日光农场的旁边有个三角点咯。碎石之地要结束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日光牧场啦。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符号跟记号了，有人写铁砧山，画一个三角形代表三角点。走到这里呢，可以看到三角点就在这里面，要往前走。如果你来的时候呢，里面都是草啊，那要注意安全哦。像我们今天其实有请Jody特别带了一个登山杖，如果草很多的话呢，还是会建议你拿登山杖啊，稍微挥挥草啊，打草惊蛇一下。走到这里之后呢，刚刚愣了一下，想说，哎，是往哪边走呢？但是啊，我们又发现了有秘密的特殊符号。这边也有写到哦，原来三角点要往上走咯，往上小爬一小段就可以发现了三角点。啊，翻墙，不咻，不咻，哎，还好还算轻松。哇，还有很多乳牛哎。墙上有一个小小标示，三角点往右边。哦，发现了三角点，原来在这个位置啊。耶！发现三角点，而且它上面所写的是1等三角点呢。哎，我们回去过后可能来做个功课哦。我们之前去南观音山看到的是3等三角点，这边写的是1等呢。哦，它是编号第38号的小百岳，标高236公尺。假如各位要收集三角点的话呢，哎，它可以把它列入第一个 ，easy， 很棒。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铁砧山的三角点 get。耶，得到啦！那我们今天为铁砧山的三角点来评分一下难易度。好，那我们就认真给0.5颗星好了。好，要给到100。对，因为它连难都没有啊，就是3步走路。因为铁砧山啊，它刚好旁边有一个永信运动公园，这2个合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好玩程度我会给到5分啊，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烧来山喽，待会见，拜拜。嗨，各位，我们来到了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哇！不要看我突然变成穿这样子。我们刚才在下面东市市区的时候啊，温度24度了，来到上面变成12度，哎，好冷啊！那我们等一下呢，要去攻顶的地方呢是烧来山呐，那就是这里登山口。等一下我们就直上直下，直接往上走到三角点之后呢，再原路返回就可以咯。OK， 那全程的距离哦，这边是写大概2.1公里。Go， 出发喽！这边的空气真的好冷啊！哦，目前海拔大概2012啊，所以等一下爬升应该会有300公尺左右。好美哦，还有天使光，这些景都是真的哎，不是像科学博物馆里面的假造景，而且连阳光都这么漂亮，它穿过树枝树干洒下来，特别的美。哦，走到这里之后呢，会看到有一个路标，它写鸢嘴烧来山步道。那我们今天目标呢，先主要针对烧来山 2.2K。我们的摄影师被美景震慑住了，他完全走不动了，一直在拍。他在看什么呢？我们一起抬头。哦，我们刚刚忘了讲，我们今天有个特别任务啊。来这个烧来山走的时候呢，我们或许会巧遇蓝腹鹇哦，是2级的保育类的鸟类。对啊，所以我们等下边走边好好观察一下环境，好，不要只是一直看到镜头，我们还是要把美景存在脑海当中。好，走。对，
啊，找到了什么好康啊？好康哦！还是我们找到那个人可以被其他2个人请？饮料也可以吗？饮料可以啊。好啊，那我可以请罐麦香啦。哈？太抠了吧？麦香。 2罐还可以吧？还是很抠啊，麦香就很抠啊。我记得以前麦香，它是不是1罐才10元？现在12了。那你觉得12块里面装的都是什么？都是奶精啊。没有，好不好？奶精啊。人家里面还有装的友情。My dear friend。他只有这首歌可以拿出来说嘴。什么？哎，后来怎么唱？青春的最对味是不是啊？青春的成绩单。哦，他其实蛮会唱老歌的。才有100分，这样吧。My dear friend。Dear friend go。Dear friend， 不要再累了。我的 dear friend 很喘。我们看到蓝浦线了。大家发现蓝浦线之后，都轻声细语，不敢惊动它。拜拜。哦，这边光好漂亮哦。我们走到目前为止啊，这边的路段大部分是天然的林道，走的时候要看清楚脚步，小心别扭到了。我们的目标呢是2370啊，2307。目前的爬升已经爬了157公尺高，继续往前。在爬地板的时候，刚好发现这是山枪的便便吗？而且还上了很多。我刚想说，奇怪是谁把珍珠奶茶倒在地上？哇哦，这边有超大的树木哎，好可惜哦，倒掉了。发现什么吗？真的吗？哇塞塞！他是一副很想靠近看人类在做什么的感觉。你会担心他突然决定？哎，是你吓到？没有人吓他，你是他。他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飘下翅膀。哇，这边有棵大树哎，它中间中空的，可是还活着。哇，进来之后有一种被树包围、拥抱的感觉。虽然来爬烧来山需要门票，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啊。哎，各位，我们目前海拔已经爬到了2236公尺，那这边大概2307嘛，所以大概只剩70公尺的爬升呢。所以我们现在稍作休息，吃点东西喽。你看，哎，他们都膨胀了哎，哎，你看膨胀了，这边海拔这么高啊！膨胀了，这本来扁扁的，对啊你看，对，我以为只有搭飞机才会这样。开吃。目前海拔2282，剩27公尺的爬升高度，快完成啦！我们去前面休息，这边有椅子啦。哦，这不是椅子哎，这是倒下来的那个路标。黄鼠狼吧？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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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第一次看到，好可爱哦！遇到似乎是黄鼠狼的动物，它很轻盈的跳啊跳，而且尾巴好长。耶！我们终于要抵达烧来山的观景台啦！这个就是他们的观景台。哇！等一下，一定要上去看一下。我要看看总共几阶？1、2、3、4、5、6、57、58、59、60、61、63、64阶。我算是64阶啦。看看美丽的风景。哦，这边有惧高症，你们真的会怕哦。
哇，很漂亮啊，兄弟，还好你有上来，很漂亮。耶！我们3个抵达了烧来山最高点，而且瞭望台要更高了。真的。对。我们现在海拔多少？2326公尺。耶！这瞭望台啊，那时候来的时候查资料啊，好像说这个是很稀有，会在登山点上面会出现的瞭望台。然后这瞭望台的功效呢，它是当初是拿来看森林里面哪里有发生火灾啊、大火，他们比较好居高临下的看到那个点。耶！我们一起完成了。谢谢。人生不啰嗦，先出发再说。嘿，思睿。思睿，你给我停下来！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用声音干扰你，不然声音干扰你录。你知道吗？他又来了，他上次已经发生过一次。什么事？他的那个 GoPro， 他只要带1颗电池，死不带第2颗。有吗？我没有死不带啊。他录一半没电。现在消电。他现在说有没有电？因为我知道会，对啊。看又没电了。边走边聊，边走边聊。换我讲话，It's my turn。我那时候在换电池。那是要带2颗吗？换我讲话。那时候我说，哎呀，我要讲，会被打断了。出发，再出发，再出发吧，我们赶快走吧。哎，现在时间呢，大概快要4点了，我们现在准备要下山喽。嗨，你们觉得烧来山好玩吗？很漂亮，耶！下次见，拜拜。我们出来了，我们成功的爬完了烧来山。那这边资料显示呢，爬下来的距离啊，大概是5.9公里啊，所以大概爬3个小时。我们是悠悠哉哉的慢慢走，一边走一边爬，吃东西休息哦。所以大家可以抓这个时间来当做一个参考值喽。嘿，思睿，我们下次见，拜拜。耶，大家早！我们今天来到了翁岳峰献堂登山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爬阿罩雾山，那它的登山口呢就从那边进去喽。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我们现在的起点呢，要从望岳峰的登山步道开始走，然后绕一圈过去阿罩雾，再回来。既然大家看地图，顺便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伙伴好了。耶，我们今天多了一个新朋友 Ben。早安。然后有我们的Jody跟小陈。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步道啊，刚开始的时候啊，全部都是上坡跟阶梯啊。但是请各位不要气馁啊，听说这个阶梯只是刚开始这一段而已啊。那后面之后呢，就是会比较好走的大马路、柏油路之类的，千万不要被一开始的阶梯吓到喽。那右边呢，其实它也有标示有一个厕所，所以如果大家有急需的人，可以到右边使用。哦，这种步道我觉得好漂亮哦。哦，原来这里接到这里呀，所以刚刚早上我跟伙伴聊到说，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才发现，阿罩雾山原来我曾经爬过，但是只是爬了部分。那今天呢，就来把它完整的收录，然后获得我们的3焦点吧。Ben，你刚说什么？蛮漂亮的，蛮漂亮，我们来看看。对。好。是无字天书啊！走上来之后呢，往右边是玉兰古步道，那左边呢是要通往我们要去的阿罩雾山的3角点，记得走柏油路。今天真的是开局输了一半，忘了拿水。对，我小瞧了这座山，我对山神不敬，说走起来应该很轻松，结果忘了拿水壶，下去多爬一段。结果上来之后呢，发现哇，手表都没有开那个路线记录。耶！这边的山景挺美的，
看起来辽阔，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哦。走到目前都还算路好走，不能再讲清楚啊！我没有拿电池哎，又没电了。电池小时候拿吧。你有带电池对不对？一定有啊！我一定有。快点，你在录，你有没有录？有啊，我是有带啊。你又没有带喽。我是有带啊，要不要？哦，又没有带，不用，没有，我们没有带。对啊。我还跟你讲说，我等下带电池，我一定会带电池。电池。我今天带着包包。OK 啊。所以你要请我们喝饮料了？没问题啊。是认真的闯山了，这真的是闯山了。卖香红茶吗？走路上呢会看到很多岔路哦，但是比较好分辨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走主要干道是有画那个标号的标线的，两边有白线的，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走这段路。那这边有标示往那个地方走，是玉兰谷，这边有写玉兰谷。那我们要走的如果是要去找阿照雾山的三角点，是要往左边这条路咯。当你出现岔路过后呢，会看到这边它其实有路标啊，而且说那是我们刚来的方向，明台高中。那右边呢是往省议会的园区，就会回到省议会了。那我们要走的路呢，其实是直走，直走是通往我们等一下要去找的阿周雾山三角点。突然宕机。刚刚看完前面一个路标之后呢，来到这里出现了岔路，不过直走跟右边应该都是私人园地啊。所以我们要走的是左边这条路，还是我们要去的阿照雾山喽？哇，这个上坡一上来之后呢，又出现了2个岔路啦。那这边要走的时候呢，请大家走这边有石阶的奔走那个方向，注意看一下地上有石阶的，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了。那走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要走的路线呢是右转，右边的方向。蜘蛛丝，亲蜘蛛的人赶快过来，他粘到GoPro了，哇！亲蜘蛛的人，你变成我要有那个，等下我去捡。因为这边平常比较少人走哦，所以很多蜘蛛丝。哇，我们出现了新蜘蛛丝勇士。哦，走到底之后左转，哇，我们过得去吗？左转吗？左转呢。突发事件。走到马路的尾端之后呢，我们刚刚从一整片的树林下来之后，到了马路的尾端，到这里应该是要左转的，可是刚好出现了有怪手在施工，对啊，我们等一下看可不可以经过咯。加看我讲，谢谢哦。刚好遇到你在施工，也因为有他们在整修，我们才可以有这些好的山路可以走啊。嗨，大家到目前都还好吗？还好，耶！这样好像跟我想不太一样，好像路真有点乱。对啊，这段路是真的有点乱。我们刚才开玩笑讲说，我们以后是不是爬山的时候要带着红色油漆在路上标注三角点的方向？我会检举你哦。又遇到了一个岔路，这个岔路口要走左边，这边要记得左转。下一个任务是大概在一个农舍前面。右边会有一条很小的路，要突然往上爬坡。好像是这里哦，有个农舍，这是私人的地。那路呢是要走这里。哇哦，这是我们要走的路。这段路比较不好走，要特别小心。离开凤梨田之后呢，来到了农业用地，走到这里。虽然这边有个小路，还是说一下不要往下咯，我们是要往上。等一下，怎么了？你说阿照雾山很轻松，哪里轻松了？没有多累啊，连续上坡这还好吧？你是征服过烧来山的女人烧来山很轻松啊，烧来山很轻松。我现在觉得阿照雾比较累。烧来山的我们爬升大概370公尺吧，我们这边爬升可能才200多啊。真的吗？真的。但是我觉得这里比较累。我觉得是因为心累吧，因为路比较难认。它不是一条路啦。对啊。好，那我们就持续往上咯，继续爬坡。走上来之后呢，出现了岔路，不过呢，右边跟中间应该是私人的住宅，那我们要走这条路咯。
这段山哦，走到目前为止哦，穿越很多果园啊、小路啊，记得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啊，比较合适。哦，满满的凤梨田。它竟然没有标示我们要去的地方。你们好，请教一下哦，如果要去那个阿照乌山的三角点呢，是走这里吗？那个方向。这个路超50公尺啊，左边你有看到有人在登山点那个牌子，那个掉那个登山的那个路线就到了，了解。好，谢谢哦。刚刚听大哥大姐说这个方向，他说大概再走一小段就可以抵达阿照乌山的三角点。糟糕，看到前面Ben的表情不太对劲。他拍子写什么？他牌子写什么？牌子写什么？他竟然写没路，我哩嘞！大哥本来跟我们讲说很轻松啊，往前50公尺就快到了，很快很快。可是我们刚刚走完之后，觉得我们大概走了，目前可能有300公尺有了。走到这里以后之后呢，又出现2个岔路，但是这2个岔路呢，在 Google Map 上面看起来都是死路哎。刚刚看网络上面的评论，好像有提到说有一个小铁链，过去之后就是三角点。好，我们研究一下咯，看到路再跟各位说。哇，我们走到怀疑人生，我们现在干脆拿出 Google Map， 可以抵达一个前人定的一个坐标点，叫做阿照乌山。嗨，伙伴们，我们稍微回头一小段吧。爬山迷路，其实应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真假的，真的有个仁德像。我们要走应该是那里吧？说一下哦，这是我们刚刚遇到大哥，看到路牌之后走过来的路。到这个路口之后呢，你走到这里啊，看到有木瓜树，还有水塔，这边呢应该要走这边。这是一个三角形。哇，地上原来有画一个小小的符号，三角形。这是登山的红色带子吗？对。结果大概意思是说，50公尺到了，你要记得看左边，要左转。都没有。他说：“你看你的左边有个登山的登山的啊！对，好像就在那上面附近而已，三角点，太神奇了吧？真假的是标这里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刚刚地上红色的哦，这是在躲太阳吗？你像极了一只鸟躲在树下。看起来又误闯，这是我今天闯的第2个铁链了。我们要穿过凤梨田啊！我们也是往上嘛。我们来看很妖高的人过凤梨田，他要左扭右扭。是真的要左扭右扭。哎，屁嘞，这哪有路？有路啊！凤梨田旁边是不是有条路啊？我们是最旁边。对。好，那边才是三角点哦。对。可是是怎么过去的啊？在从那边。那你到底是不是三角点？是那里吗？够 crazy！ 我该不会吵到大便吧？再继续坚持，等一下很快就会到三角点了。这个栈道就是我们今天要爬的。看到布条就对了，跟着布条走。哇，大家看前面这段路好原始哦！耶！3D3我们完成啦！